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。今天我们会谈到普通人一生都看不透的3个真相。踏入社会后，我们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同事、领导、朋友，甚至陌生人。小时候我们被教育人性本善，所以傻傻地相信所有人都会对自己真诚以待。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社会后，才意识到无论你内心多善良，这都不足以确保别人也会以善意相待。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，让许多人饱尝心碎与失望的滋味。其实许多时候之所以受伤，都是因为我们自作多情。不要自作多情。小峰发现，许多人在感情中总是以为自己低姿态一些，付出多一些，关系就能更牢固。然而持有这种想法的人，往往对人性缺乏深刻的理解。不管是感情、友情还是亲情，都遵循着一个简单的原则：付出过多的一方往往会更加卑微，逐渐失去主动权。小峰曾在一家工厂工作时，经常看到一个年轻人每天骑车来接女友下班，无论多晚，他总是守在工厂门口，风雨无阻。可不到3个月，这段感情就告吹了，而那个女孩的新男友是他刚认识不久的另一人。小峰并不想评判这段关系的是非，而是想提醒大家，任何关系中，如果价值不对等，结局往往并不美好。背后的逻辑很简单，人性有时的确是贪婪的。我们总是轻易获得的东西不够珍惜，反而对于那些需要努力争取的事物才会特别在意。现实生活中，父母为孩子操心不已，孩子却并不一定感恩，这正是这种现象的体现。因此，想要减少伤害，就不要自作多情。过多的付出并不能让对方更珍惜你，反而可能让你在对方眼中变得廉价。与其为了让别人开心而不断迎合，不如保持自我，提升自身的价值。只有当别人为你付出一定的代价时，他才会更加珍视与你的关系。而那种在被人伤害后还抱怨我对你这么好，为什么你要伤害我的人，实在是幼稚至极。把自己摆在合适的位置，才是聪明人的选择。付出并不总有回报。许多人之所以对世界的本质始终懵懂无知，原因在于他们从未真正理解这世界的运作规则。比如，付出就一定有回报这种观念便是误导。小峰并非提倡坐等好运降临，而是想告诉大家，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，这是正常现象。举个例子，许多父母抱着养儿防老的想法，含辛茹苦地养育孩子。然而等他们老了，孩子们不仅没有感恩，还可能继续啃老。再比如，有人帮了朋友一个忙，内心期待对方的回报，但对方却觉得这是理所应当，根本没打算还你一个人情。若我们总是以付出与回报对等来衡量他人，那么这种期待终会让自己失望。在这个世上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感恩。真正想要帮助别人时，要么直接明示报酬，要么帮助后不再多想，心无挂碍。懂得放下预期，才不会轻易受伤。仔细想想，当我们感到被伤害时，往往是因为对结果的预期太高。一旦降低了这些预期，即便遇到不如意的情况，也能坦然接受，这样任何人都无法伤害到你。学会在内心建立起这样的心态，你的付出可能没有回报。当你没有这种期待时，即便情况恶化，也不会因此失落。如此一来，你便能保持淡然，刀枪不入，任何人都无法轻易伤到你。别被表象蒙蔽。小峰发现，许多人抱怨自己辛苦工作多年，职位却毫无晋升，而老板反倒提拔了一个新人。对此心生不满是人之常情，但若不清楚背后的原因，可能一生都难以突破，升职加薪遥遥无期。职场的法则是冷酷而现实的，不会因为你工作年限长就给你更多的机会。实际上，许多人即便工作多年，但能力并未显著提升，甚至可能在重复相同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过是用10年时间做着相同的事情。老板作为资本家，关心的不是情怀，而是利润。既然如此，老板提拔员工的唯一标准便是谁能为公司创造更大效益。就算你在公司待了10年，若你的贡献还不如一个新人，那老板自然不会多分配资源给你。当然，资历确实在现实中有其价值，但资历需要与自身的能力匹配才能起到作用。当你足够有价值时，资历可以锦上添花。当你碌碌无为时，所谓资历根本无法改变你的处境。小峰的朋友阿文曾经向他抱怨，已经快40岁了，但公司里大家还都叫他小张。可见，虽然他在公司工作多年，却始终处于普通员工的位置，几乎没有人会尊重他的年纪或工作年限。在任何集体中，
他人对你的态度始终是由你自身的实力决定的，与对方的性格无关。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，理解人性和现实是我们成长的必修课。不要轻易自作多情，过度的付出只会让自己卑微。不要盲目相信付出必有回报，那只会让你在失望中迷失自我。不要被表象所迷惑，职场和生活中看似稳定的关系，往往需要实力来支撑。与其盲目抱怨，不如冷静下来思考，提升自身的实力，用更成熟的心态和更理智的方式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活得更加自信、从容和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，你都可以点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留言。我们在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